正月30晦日节，这5件事千万不能做，否则今年倒大霉，财运外泄。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浩瀚星空中，晦日节是一颗独特而神秘的星辰。晦日指的是夏历、农历、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，大月为30日，小月则是29日。这一天，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，地球上的人们无法看到月亮，因此晦字便有了月尽、黑暗以及晦气的含义。而正月30的晦日节更是尤为特殊，它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晦日，即初晦，承载着古人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，寄托着驱邪避灾祈福的深切愿望。在古代，正月晦日节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其他传统节日，从相关的古籍记载和文人墨客的诗词中，都能一窥其曾经的热闹与庄重。南朝梁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元旦至于月晦，并未酣具饮食，侍女泛舟或临水宴乐，描绘出当时人们在正月初一到晦日期间尽情宴饮、泛舟游乐的欢乐场景。到了唐代，晦日已成为重要节日。唐德宗贞元4年788年9月诏说：今方于吴氏征戍小康，其正月晦日、3月3日、9月9日3节日，一任文武官僚选圣地追赏为乐。皇帝不仅提倡官员们在晦日春游，还赐钱给他们，让这一节日的庆祝活动永为常事。众多唐诗中也不乏对晦日节的描写，如郎于令的《三春休晦节》，九谷泛年华，谢婉的《欢娱旅会节》，酩酊来还家，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在晦日节欢聚的情景。正因正月30晦日节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殊意义，古人也总结出了一系列在这一天的禁忌。这些禁忌看似神秘，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，关乎着新一年的运势与福祉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晦日节禁忌的神秘面纱，看看是哪5件事千万不能做。禁忌1：忌出行远游。在正月30晦日节，第一个需要牢记的禁忌便是忌出行远游。古人云：晦日不出门，望日不娶亲。在传统观念里，晦日作为一个月的终结之日，阴气汇聚，气场紊乱，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。这一天出行，尤其是长途跋涉，容易遭遇意外灾祸，比如迷路、遭遇恶劣天气、碰上盗贼等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。从历史角度看，古代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，远行主要依靠步行、骑马或乘坐马车。在正月30晦日的夜晚，没有月光的照耀，道路一片漆黑，行走其中不仅视野受限，还极易迷失方向。而且，古代的治安状况远不如现代，山林中常有猛兽出没，道路上也可能遭遇劫匪，夜间出行的风险极高。加之晦日的特殊寓意，人们更认为此时出行会触犯某些未知的禁忌，从而招来灾祸。唐代诗人姚合在《晦日送穷》中所写：年年到此日，历久拜街中，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送穷，描绘出人们在晦日送穷祈福的场景。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，自然不希望因出行远游而破坏了这份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愿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交通和通讯都十分发达，出行的安全性大大提高，但在正月30晦日这一天，依然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长途旅行，可以选择在家中陪伴家人，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，或者在周边进行一些轻松的活动，如散步、逛公园等。这样既能避开传统观念中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又能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片刻的休憩，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年。禁忌2：忌婚嫁喜事。婚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人生头等大事，承载着2个家族的期望与祝福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人们都希望新人的婚姻能够幸福美满、长长久久，因此对结婚日期的选择格外慎重，讲究挑选良辰吉日，
而正月30的晦日，恰恰被视为不适合举办婚嫁喜事的日子。晦日，晦字本身就带有阴暗、晦气之意，在这样一个被认为阴气较重、气场不佳的日子里举办婚礼，与婚姻所追求的吉祥、喜庆氛围背道而驰。古人坚信，婚礼当日的氛围和气场会对新人未来的婚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。若是在晦日结婚，仿佛给这段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可能会导致夫妻之间矛盾频发，感情不和，甚至遭遇其他的不顺与波折。关于晦日不宜婚嫁，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。相传，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晦气的厨师，他厨艺精湛，然而脾气却十分暴躁，且说话直来直去，不懂委婉。有一次，一位员外的儿子结婚，邀请他去置办酒宴。员外特意叮嘱他，只要在结婚那天不发脾气，就会给他双倍的工钱。到了结婚当天，晦气独自在厨房忙碌，外面突然响起的鞭炮声惊到了员外家的狗，狗冲进厨房，一下子打碎了2只碗。晦气顿时火冒三丈，冲出厨房大声吼道：“你家狗叫丧啊，把碗都打碎了！本是大喜的日子。”听到这样的话，众人都觉得十分扫兴。员外也不禁感叹：“晦气呀，真不该请你来帮忙。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婚后不久，员外家的儿子就一病不起，很快便离世了。从此，晦气这个名字就传开了，再也没有人敢请他参加宴席。这个传说虽无法考证其真实性，但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晦日婚嫁的忌讳，也成为了这一禁忌的生动诠释。尽管现代社会随着观念的转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结婚日期时，更倾向于依据功利或个人喜好，对传统的择日习俗不再像过去那般严格遵循。然而，在一些地区，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，人们依然会尽量避开晦日举办婚礼。这不仅仅是对传统习俗的尊重，更是对新人婚姻幸福的美好祝愿。毕竟，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，谁都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开端，为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。禁忌3，忌争吵动怒。在正月30晦日节，保持平和的心态与和谐的家庭氛围至关重要，而争吵动怒则是这天的大忌。古人云：“家和万事兴。”家庭作为每个人心灵的避风港，和谐的氛围是福气滋生的土壤，而争吵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会瞬间打破这片宁静与祥和，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压抑，不仅伤害家人之间的感情，还可能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运势。从传统观念来看，晦日是一个月的结束，也是阴阳交替、新旧更迭的关键时刻。此时气场复杂而微妙，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争吵，被认为是对天地自然的不敬，会触怒神灵，招来灾祸。而且，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，正月30晦日的家庭氛围被视为新一年家庭运势的预兆。若是在这一天争吵不断，就仿佛给新的一年埋下了不和谐的种子，预示着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家庭中可能会矛盾频发，难以安宁。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在一个小山村，有一户人家，夫妻2人平日里感情还算不错，但在正月30晦日这天，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争吵中，2人互不相让，言语激烈，甚至摔砸东西。原本温馨的家瞬间充满了火药味。就在争吵过后不久，家里便接二连三遭遇不顺，丈夫外出做生意，接连亏损，妻子在家操持家务，也总是状况百出。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，也变得沉默寡言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这一家人懊悔不已，他们觉得是正月30晦日的争吵，让他们失去了好运，破坏了家庭的幸福。这个故事虽然有些迷信色彩，但它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晦日争吵的忌讳，以及对家庭和谐的重视。在现代社会，虽然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
完全从迷信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禁忌，但家庭和谐的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。争吵不仅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，还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。长期生活在争吵环境中的孩子，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、自卑、社交能力差等问题。因此，在正月30晦日这一天，我们更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多一些包容和理解，少一些计较和争执。当与家人意见不合时，不妨换位思考，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流，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禁忌4：忌钱财外借。在正月30晦日节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禁忌，那就是忌钱财外借。这一禁忌与晦日送穷的习俗密切相关，背后蕴含着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财运的守护。在传统观念里，晦日是送穷的日子，人们通过各种方式，如大扫除、洒扫庭院、丢弃旧物等，来驱赶贫穷困苦，希望将穷气、晦气一并送走，迎来新一年的富足与好运。送穷的目的在于纳财，人们满心期待着在赶走贫穷之后，能够开启财富之门，让财运滚滚而来。而在晦日这一天借钱出去，就如同亲手将财运拱手相送，被视为一种破财的行为。从民间说法来看，向外借钱意味着自己的财富会外流，难以积聚，就好像在财库上开了一个缺口，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失。而且正月30作为一年中第一个晦日，其特殊的时间节点更让人们对此格外在意。在这个承载着新一年美好期许的日子里，谁都不愿意因为钱财外借而破坏了财运，影响全年的运势。此外，借钱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麻烦和纠纷。若是对方未能按时还钱，不仅会影响彼此的关系，还可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困扰。在正月30这样喜庆的日子里，人们更希望避免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让生活充满祥和与安宁。为了守住财运，在正月30晦日这一天，一定要避免将钱财借给他人。如果有朋友或家人在这天提出借钱的请求，不妨委婉地解释一下这一传统习俗，相信他们也会理解。同时，自己也要克制住向他人借钱的想法，以免触犯忌讳。禁忌5：忌邋遢杂乱。正月30晦日节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禁忌，那就是忌邋遢杂乱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，这一习俗与送穷紧密相连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家中的杂乱无章会阻碍气场的流通，让晦气、穷气积聚，难以消散。而通过彻底的打扫，将家中的垃圾、灰尘清扫出去，就寓意着把贫穷和晦气一同送走，为新的一年迎来清新的空气和蓬勃的生机。在古代，人们对晦日大扫除极为重视，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，人日前1日，人多扫积尘于机，并加匕首，尾诛其禄以送穷。这里所说的人日前1日，通常指的就是正月30晦日，人们会将家中的灰尘、垃圾扫到簸箕里，再加上破旧的扫帚，扔到岔路口，以此来送穷。这种做法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，但却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贫穷晦气的摒弃。从现代心理学和生活美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不仅能让人心情愉悦，还能提高生活效率和工作质量。家中杂乱无章会让人感到压抑、烦躁，影响身心健康，而干净整洁的家则会给人一种温馨、舒适的感觉，让人能够放松身心，更好地迎接生活的挑战。在正月30晦日这一天，一定要避免邋遢杂乱，保持家中的整洁干净。可以早早起床，对家中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扫，擦拭家具，清扫地面，整理杂物，让家焕然一新。同时也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勤洗澡，换洗衣物，以干净清爽的形象迎接新的一年。现代视角看晦日禁忌。在现代社会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
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那些古老的晦日禁忌，在现代科学的光芒下，显得有些神秘莫测，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迷信的产物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些禁忌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时，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毫无价值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晦日禁忌中的一些说法，虽然无法得到直接的科学验证，但却蕴含着一定的生活哲理。比如，忌出行远游。在古代，交通和通讯不便，晦日出行确实存在诸多风险；而在现代，虽然交通和通讯发达，但长途旅行依然可能面临各种意外情况，如交通事故、恶劣天气等。因此，在特殊的日子里，选择相对安全的活动方式，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忌争吵动怒，这一禁忌对于维护家庭和谐和个人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。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长期处于争吵和愤怒的情绪中，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容易引发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。而家庭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生活环境，和谐的家庭氛围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。忌钱财外借，虽然没有科学依据表明晦日借钱会导致财运流失，但借钱确实可能引发一些经济纠纷和人际关系问题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的经济往来频繁，借钱时需要谨慎考虑，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忌邋遢杂乱，保持环境整洁和个人卫生，不仅符合现代卫生观念，也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和个人形象。一个整洁、舒适的居住环境，能够让人心情愉悦，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幸福感。正月30晦日节的这些禁忌，虽然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，但它们所传达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庭幸福的